对平蜀汉集团14位核心文臣谋士，按能力智谋分成5个档次，从夯到拉一目了然。首先来说第5档，也就是最垫底的拉完了。这一级的谋士属于完全撑不起事的垫底水平，遇到大事不仅提不出任何可行方案，还一味地传播消极的思想。这说的就是蜀汉带头大哥乔州。作为益州本土的旧儒，乔州虽有很大的学问，但他并没有用在正点上，反倒担当起了算命先生的角色。在马超围攻益州时，乔州就以天命论劝刘璋向刘备投降。后来邓艾偷渡阴平进围成都，乔州依旧拿天命说事儿，力劝刘禅开城投降，结果遭到了北帝王刘晨的严厉斥责。住口！贪生怕死的腐儒也敢妄议社稷大事，自古以来可有投降的天子？皇儿，如今百官都说当降，独汝凭血气之勇，难道汝要使我成都化为灰烬？父皇，昔日先帝在时，乔州从未参与国政，而今妄议大事，出口乱言，是非礼也。成都之兵尚有数万，姜维全师皆在剑阁，若知魏兵犯阙，必来救应，内外夹击，可获大胜。要说乔州身上最大的问题，就是把历史的发展都归结于天命，而摒弃了人为的因素。在诸葛亮第1次北伐时，他曾上书言天相阻止诸葛亮北伐。诸葛亮死后，姜维继承丞相遗志，继续出兵北伐。乔州还是提出反对，甚至在《仇国论》里暗示汉运江中，蜀汉必亡。总之，乔州从始至终都没有为蜀汉集团谋划过发展之路，他只会让君主偏安一隅，让君主在国家存亡之际投降。这种能力与立场根本配不上蜀汉光禄大夫的身份，放在拉完了这一档，实在是理所应当。第4档 NPC 这一档的谋士能力也十分有限，只能处理好基础事务，遇到棘手的事就拿不出切实可行的应对方案。糜竺和孙乾可归到此一档里。这2人作为刘备早期的创业班底，主要负责外交、接待和后勤协调的工作，个人品行没问题，对刘备也足够忠诚，但从来没有参与过核心战略的制定，遇到军国大事也拿不出破局的思路，能力局限在事务性工作里。第3档人上人，这一档的文臣谋士既能妥善处理内政事务，也能高效执行既定战略，是蜀汉中能力智商德行皆优的股肱之臣。但他们在用兵谋略上稍有欠缺，不大擅长统兵作战，且缺乏开创新局的能力。蒋琬、费祎、董允这3人就是典型的守城能臣，他们作为蜀国重臣，守城有余而进取不足，能稳住蜀汉基本盘，但没办法破局。值得一提的是，当时蜀人将蒋琬、费祎、董允与诸葛亮并列，称他们为蜀国4相，这充分说明他们3人在治国理政上的出色能力足以媲美诸葛亮。而诸葛亮临终前就曾明确指出蒋琬可为接班人，同时指出蒋琬之后还有费祎。至于董允，他是费祎的副手，能力仅次于费祎。蒋琬死后，蜀汉的基本盘全靠他们俩稳定。与此同时，李严、马良、马谡、邓芝这4人可以排在第3档次和第4档之间。他们各自拥有突出才能，但又存在明显短板。李严作为巴蜀旧臣，本身能力不俗，既能带兵镇守一方，也能处理内政。刘备临终前将他定为诸葛亮的副手，辅佐刘禅，但他一心争权，又在诸葛亮北伐时延误粮草，最终犯下大错，被废黜。马良才华出众，因他眉中有白毛，便有了马氏五常，白眉最良的赞誉。马良给关羽、刘备都曾当过参军从事。夷陵之战中，他多次提醒刘备提防陆逊，但刘备不听。正史中，马良因为刘备夷陵兵败，也遇害身亡。演义中，马良则活到了诸葛亮南征之时。整体来看，马良未能建立突出功绩，因此只能排到这一层。马谡才气过人，喜好谈论军纪，深受诸葛亮器重，但为人轻浮，没有实际的办事能力。刘备在临终前曾告诫诸葛亮，马谡言过其实，不可大用。怎奈诸葛亮没有放在心里，在北伐时坚持让马谡守街亭，最终导致街亭大败。邓芝为人刚直，治理地方颇有方略，外交能力亦十分出色。刘备遭受夷陵惨败后，他奉命出使东吴，不仅顺利完成了联吴抗曹的使命，还得到了孙权的器重。然而在军事上，他却没有太突出的建树，谏言也比较少，综合能力评判也只能到这里。与此同时，黄权可排到第2档和第3档之间。黄权智谋过人，眼光深邃，曾多次精准预判局势。早在刘璋主掌益州时，他就看出刘备入川必然会对刘璋不利，于是极力劝阻刘璋不要引刘备入川，但刘璋不听。等到刘备平定益州，黄权闭门不降，刘备亲自前往请他，他才归降。
归降刘备后，黄权向刘备现占据汉中之计，使得刘备成功击败曹操，拿下汉中，为蜀汉基业奠定了重要的北方屏障。后来刘备称帝，决意征伐东吴，黄权苦见无果，于是便请求担任先锋，为刘备探路，劝刘备坐镇后方，稳控局势。可惜刘备并未采纳，只将他安排在江北防御曹魏。夷陵战败后，黄权的退路也被东吴截断，不得已率众降魏。可见黄权有一定的谋略，却没有扭转局势的能力，因此只能排在这里。第二档是顶级谋士，这一档的谋士头脑睿智，战略目光深远，善于献奇谋奇计，对局势有着精准的分析和判断，能帮助主公排忧解难，甚至能撑起集团半片天。庞统、法正可归入到此档。庞统号凤雏，与诸葛亮齐名。司马徽曾誓言刘备卧龙凤雏得一人，可安天下。可安天下。刘备得到庞统之初，因未能识破他的身份，并未予以重用，后来在张飞的见识引荐下，才将他与诸葛亮同拜为军师中郎将。庞统为刘备谋划了入川取益州的核心战略，在刘备与刘璋决裂之际，接连献上上中下三策，之后设计斩杀杨怀、高沛，拿下涪水关，帮助刘备快速打开了益州局面。遗憾的是，最终在攻城时中流矢身亡。而在演义中，庞统则是中了张任的埋伏，命丧落凤坡。综合评判给到他顶级。再说法正，法正原本是刘璋部下，他早就看出刘璋并非能成大事的明主，于是便与张松密谋，劝刘备入蜀。因为善于出谋划策，法正深受刘备器重，刘备甚至将他视为谋主，对他言听计从。相比于诸葛亮，法正擅长谋划军事奇谋，也十分懂得临机应变。他在战场上的谋划总能切中命中敌人的弱点，黄忠能在定军山阵斩夏侯渊，就离不开法正的策划调度。后来又在刘备进位汉中王时，帮助刘备整理内政，稳固根基，综合能力绝对能配得上顶级。只可惜他也没能陪伴蜀汉走得更远，45岁就病逝了。刘备起兵伐吴时，诸葛亮曾感叹道：若孝直在，定能劝助主公伐吴。这足见法正个人的独特能力，以及他在刘备心目中的地位。要知道，法正死时，刘备十分悲痛，一连哭泣数日，不仅追谥他为义侯，还赐其子法繆爵为关内侯。第一档也就是夯，整个蜀汉独一档。他能从零到一搭建集团发展框架，全程掌舵战略方向，还能在内政外交层面做到调度有序，为蜀汉政权稳稳拖住基本盘。这说的自然是诸葛亮，诸葛亮绝对是千年难遇的奇才。他早在隆中时就给刘备划出了3分天下的清晰路线，使得刘备颠沛半生后，终于摸到了明确的创业方向。之后一步步帮刘备壮大基业，直到建立蜀汉。刘备死后，诸葛亮独撑蜀汉危局，整顿律法，发展经济。之后为报答托孤之恩，七擒孟获，5次北伐，鞠躬尽瘁，死而后已，是整个蜀汉真正的中流砥柱。最终因为积劳成疾，病逝于五丈原。而即便到了生命的最后时刻，诸葛亮依然心系蜀汉，竭力安排好蜀汉后续的军政人事，为这个风雨飘摇的政权又延续了30年的国祚。总的来说，诸葛亮一生为了实现兴复汉室的理想，呕心沥血，从未有过私心。无论个人能力还是功绩与品格，都配得上蜀汉阵营独一档的地位，稳坐蜀汉第一谋士，毫无争议。